做本单元的学习，您将可以：一、了解操控汽车行驶时相关的机件及操控动作；二、了解操控汽车转弯时相关的机件及操控动作；三、了解操控汽车减速时相关的机件及操控动作；四、了解操控汽车停车时相关的机件及操控动作。您知道一辆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有什么基本运动呢？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体验驾驶，一起来感受一下汽车运动的奥秘吧。开始前，先让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完整的汽车运动状态可分为从静态变为动态的起步过程，然后是行驶过程，在行驶过程中受到推力而加速，受到阻力而减速。坐上车后，请在驾驶座系好安全带，出发咯。所谓的起步，就是利用动力传动装置，将静止状态中的车辆转变为行驶状态。接着，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动力传动装置有哪些吧。请点按画面中的红点，观看动力传动装置。引擎为汽车的动力来源，引擎的功能是促使燃料燃烧，再将其热能转变为动能，推动汽车的原动机。离合器可控制动力的传递与分离。变速箱提供适当的齿轮组合，以改变汽车行驶所需的速度及扭力，也使汽车可以前进及后退。传动轴能将引擎的动力传递至车轮，使车辆行驶。驱动轮具有驱动力的车轮，汽车驱动的方式有后轮驱动、前轮驱动及四轮驱动等。在对动力传动装置有了一定概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来启动汽车吧。自排汽车起步的步骤为：一、踩脚刹车；二、确认在 P 档或 N 档；三、发动引擎；四、先排入低档，再完全放松手刹车；五、放脚刹车；六、缓慢踩踏油门踏板。这样就完成了自排汽车起步的过程。操作自排车起步过程，一定要先踩紧刹车踏板，才可以打档并放松手刹车。否则，将排档杆排入低档，正要起步时，突然引擎转速一阵拉高，车辆不受控制地冲出去，爆冲的事故就这样无预警地发生了。因此，一定要先踩紧刹车踏板，才可以打档并放松手刹车。另外，行车时中途停车或停等红绿灯等情形暂停时，应将排档杆排入 N 档，以防止其他原因操作错误而发生爆冲的危险事故。而手排汽车起步的四大步骤为：一、踩离合器，排入空档，转动钥匙，发动引擎；二、踩离合器踏板，将变速杆排入一档；三、完全放松手刹车；四、缓慢踩油门踏板，同时缓慢放松离合器踏板。此时，引擎声音会逐渐下降，汽车开始缓慢移动，这样就完成了手排汽车起步的过程。您可点按画面上的按钮，了解何谓踏板。起步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行驶了。汽车行驶就是一连串加速与减速的过程。加速就是利用动力传动装置，让行驶中的车辆可以提高车速。踩油门踏板，引擎的转速就会提高，进而增加车速，达到加速的目的。对于手排车，随着车速的提高，要适当的操控排档杆及离合器踏板，将变速箱调整到较高的档位。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视当时的交通环境、路面状况或交通管制指示，以号志、标志需要减速行驶。行驶中的汽车要刹车减速时，车辆的动能会被刹车装置转换为热能，散发于大气中。主要是受刹车装置产生的阻力作用，或者利用引擎压缩形成的阻力等，促使速度下降。若再加大阻力，甚至会让速度降到0，呈现停车状态。驾驶人透过刹车装置或应用引擎刹车来调整行驶中的车辆车速，获得安全继续行驶或者平稳的刹车效果。加速及减速时，最好能按照档位顺序，逐渐缓慢加速及逐渐缓慢减速，避免瞬间加速及瞬间减速。此外，逐渐加速及减速也可以降低油耗及相关零组件的耗损。要谨记，车祸之源始于足下，蠢快一时，懊悔一世。行驶在道路上常会遇到转弯的状况，因此转向装置在汽车行驶时占有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驾驶汽车而言，转弯是比直线行驶要复杂很多的运动。哎呀，小心！像这样当转向装置故障或是操作上的错误，都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因此驾驶人必须特别注意。接着，让我们来认识转向装置。转向装置是改变汽车行驶方向的装置，包括方向盘、转向柱、连杆、转向机及前轮等部分。当转动方向盘时，转向装置的各构造就随之联动，来改变前车轮的方向。先让我们来认识在转弯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内轮差。当车辆转弯时，内侧的后轮会向内偏移，其偏移的轨迹与前轮轨迹间的距离叫做内轮差，也就是前后车轮的行经轨迹所造成的差距。车身越长，前后轮距越大，则内轮差也随着越大。要怎么样正确的操作方向盘，才能顺利转弯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体验驾驶一起来瞧瞧吧。在进行转弯的动作前，先让我们建立安全转弯的基本观念。例如，即将要右转时，在准备转弯前，于路口30公尺前先打方向灯。若当时行驶于内侧车道时，应事先变换至外侧车道，并适时转头查看周围及后视镜死角部分的路况。接下来，请点按画面中的汽车，观看正确的转弯5大步骤。确认要转弯的目标弯角及距离，而且后方车辆有保持安全距离后，放开油门踏板予以减速。看清楚目标弯角状况，考虑内轮差，心中先设想好行驶路线，并根据车速状况进行车速调整。若需刹车减速时，踩刹车踏板进行减速，一方面逐渐安全减速，另一方面借由后方的刹车灯告知后面来车预备减速。至转弯处约1车长前完成充分的减速。若是手排车，还需配合转弯的车速进行必要的换挡。若是没有充分减速，汽车会受到惯性的影响，产生离心力，导致车辆抛离预定路线，严重时更会因而滑出车道。进入弯道至将要恢复直线行驶前，不可以加速，维持定速。即将结束弯道之前，一方面转正方向盘，同时慢慢加速。此时眼睛需注视行进方向的远处，借以确认正确的行车方向。大功告成！
以上就是正确转弯的5大步骤。在转弯时，除了要正确的操作之外，在转弯中最重要的主角方向盘也必须要有正确的使用观念。以下是操作方向盘时之注意事项。1、汽车在停止状况下，不宜勉强转动方向盘，在不当的施力下容易造成故障，轮胎胎面也会增加耗损，降低寿命。2、汽车在行驶中不宜急速转动方向盘，会造成侧滑或翻覆的危险，特别在湿滑路面或高速行驶中易发生重大事故。3、行车时不宜让前轮受到强烈的冲击，如行驶在有石头等障碍物或高低不平的路面，应该减速慢行，否则会加速轮胎损伤。4、行驶于高速公路或隧道出口处，受横风吹袭时，方向盘容易失控，需特别注意。5、行驶于易滑或湿滑路面时，方向盘会失控或不稳定，因此必须先充分减速，使得方向盘易于操控，维持行车安全。6、行驶中若是突然爆胎，方向盘会急剧失控，相当危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切忌紧踩刹车，应握紧方向盘，控制汽车，维持直向行驶，并慢慢减速，将车子停到路边。汽车行驶在道路上时，可能会遇到各种需要减速的时候，例如遇上停车再开标志或是障碍物时。接下来我们将告诉您减速时的注意事项。平常减速时就需要注意踩刹车踏板的正确方法。当我们准备要减速时，不宜猛踩刹车踏板，起初应轻轻地踩下刹车踏板，然后再以必要的强度逐渐踩下踏板，使车速能有效降低。但是驾驶人上半身身体不会因惯性而明显前倾，仅适度踩刹车，直到车速降到预期的低速或停止为止。在行驶一般道路应保持之行车安全距离，就是指随时可刹停车辆之距离。停车所需距离必须是反应距离加上刹车距离。反应距离是指驾驶人看到前方障碍物，判断必须刹车到踩下刹车踏板动作前的这段时间，车辆持续前进的距离。而脚开始踩刹车踏板，刹车装置开始作用产生摩擦，到车辆完全停止的这段距离就是刹车距离。一般驾驶人容易忽略反应时间，车辆仍在行进。当驾驶人酒驾或是疲劳驾驶时，反应变得迟缓，反应时间就会加长，反应距离也会相对加长。另外要注意的是，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因车速较快，所需刹车距离较长，应保持之行车安全距离。小型车与前车至少要保持速度除以2的距离。例如，行驶时速是90公里，那么至少要与前车保持45公尺的距离。大型车应与前车至少保持速度减20的距离。如行驶时速是70公里，那么至少要与前车保持50公尺的距离。所以，行车一定要考量驾驶人身心反应的状况及车辆的刹车性能，保持与前车随时可安全刹停的行车距离，才能保障自身的行车安全。到家咯，把车停好就可以吃晚饭咯。好了 ，OK， 下车吧。哎呀，怎么会滑动？自排车熄火时不是将排挡杆移至 P 档就好了吗？刚刚的情境中，使用自排车的驾驶，在使汽车静止前，先是将排挡杆移至 P 档，就熄火准备下车，但这时车辆却会滑动，代表这是不正确的停车行为。那么，在自排车及手排车的使用上，如果要使汽车静止，需要做什么动作呢？我们都知道，
汽车若不使用时，通常是停放在停车位，当我们要使用时，才会从停车处所移出来。汽车在行驶中，则会随着交通环境，做出各种不同的起步、加速、减速、转弯、维持定速或停车等运动。当完成使用目的后，将车辆停驻于路边停车位或户外停车场的这个停车动作，就称为停车，英文称为 parking， 也有人引用外语用词直译为驻车。接着，让我们来更详细说明停车的状态。所谓的停车及英文的 parking， 是指汽车使用后应妥善停放于车库或停车场，且促使不轻易受外力作用移动，保持停车状态。过程中要让汽车不轻易受外力作用移动，最主要运用的装置就是要依靠汽车上的刹车系统，包括手刹车及脚刹车。画面上分别为自排车以及手排车的排挡杆图示。接下来，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要如何操作排挡杆装置，才能使汽车保持在停车状态。自排车，在驾驶人将汽车移动到要停放的位置后，必须放松油门，脚踩着脚刹车踏板，让汽车先确实停稳，再拉紧手刹车，然后将排挡杆移至 P 位置，要注意不可误排到 N 档。将引擎熄火后，再放松脚刹车踏板，最后才是拔出引擎开关钥匙，离开车子。另外，手自排车的排挡杆虽然和自排车略有差异，但操作停车之方式相同。手排车在驾驶人将汽车移动到要停放的位置后，放松油门，踩离合器踏板及刹车踏板，将排挡杆排入 N 档，拉紧手刹车，然后再将引擎熄火。若是在受阻地面或下坡地形时，排入倒车档；上坡地形时，排入第一档。接着再放松离合器踏板及刹车踏板，最后拔出引擎开关钥匙。在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停放车辆于道路时，应该注意下列几点事项：一、停车于斜坡路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自排车停车时应排入 P 档，熄火并拉手刹车；手排车停车于下坡路段应排入 R 档，熄火并拉手刹车；于上坡路段应排入1档，熄火并拉手刹车。若车辆停在斜坡，宜以石块等轮挡垫在车轮下方，以免滑溜。2、车辆应紧靠路边停放，不可并排停车。3、道路边线为红线时，交叉路口、公车站牌前后10公尺内，或是消防栓前、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及网状线上都不可停车。4、当道路边线为黄线时，在引擎未熄火、车上有人的情况下，可以暂停车辆。停车时以3分钟为限，应紧邻路缘时暂时停放。5、驾驶人的视线会受到车辆结构的遮挡，造成视野死角。因此，停好车后，应先转头确认后面有没有来车或行人，再开启车门，以免发生碰撞。应养成2段式开车门或转身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以保障安全。在单元2中，我们介绍了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及相关机件，驾驶人操作这些机件，控制汽车的行驶，以维持行车的安全。驾驶人经由操作汽车机件，施加各种作用力到汽车上，汽车则按照物理定律对这些作用力做出反应，进而改变汽车的行驶。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汽车的操控及行驶完全受到汽车机件、车轮及路面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这些交互作用的结果乃是大自然的定律，
因此也为汽车行驶时的状况设定了一些不可违逆的规范。如果我们对于汽车行驶的物理现象有较多的了解，就可以正确的操控汽车，以确保行车安全及发挥汽车的性能。还好，这里面的物理观念并不难，只要根据学校理化课本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轻松的了解这些与汽车相关的物理现象。透过本单元的学习，您将可以一、了解汽车的直线运动及作用力；二、了解汽车的转弯及作用力；三、了解汽车载重对汽车行驶的影响。日常生活中，在驾驶或乘车时，您一定遇过类似下面这些状况。这天，您搭上公车准备前往目的地，只见公车上挤满了人，没有位子坐的您只好用站的。突然一阵紧急刹车，让乘客个个向前倒，还有些人不小心推挤到其他人，乘客们无不怨声载道。是什么原因让车上的乘客都随着车子紧急刹车而往前倒呢？惯性定律告诉我们，物体若不受外力作用，或是虽然受外力作用，但合力为零，则物体运动状态将会维持不变，也就是静止者将保持静止，而运动者将沿一直线做等速度运动。而当公车开动时，乘客的身体会为了保持原本静止的惯性而开始向后倾斜，刹车时乘客则又会为了身体保持原本运动的惯性而向前倾斜。因此，紧急刹车经常发生乘客头撞玻璃或是手抱的婴幼儿抛出的现象，所以乘坐汽车时，乘客必须系上安全带，而有婴幼儿时也必须依照规定乘坐安全座椅，借以防止因惯性而造成的撞击。那么，汽车到底是如何行驶前进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定律。它告诉我们，当每施一力，同时就会产生一反作用力。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例如，穿着溜冰鞋时用力的推墙，这时候墙也会以反作用力推人，人就会反弹离墙而去。我们在运用此一定律探讨汽车的运动时，必须先深入了解摩擦力。举个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果我们在一个平整的地面上推一个很重的物体，例如大桌子、很重的椅子，刚开始我们可能推不动的桌子速度为0。物体没有动时的摩擦力，在物理学上称为静摩擦力。实验显示，静摩擦力有一个最大值，称作最大静摩擦力。当我们施予的力气小于最大静摩擦力时，物体是不会运动的。当我们的作用力超过最大静摩擦力时，物体就会运动，表示摩擦力变小了。此时的摩擦力在物理学上称为动摩擦力。摩擦力也不全然都只会阻碍物体运动的进行，在某些情况下，摩擦力是用于推动物体运动时所需之力。例如，我们在赤脚慢慢走路时，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脚底和地面之间是没有相对移动的，也就是说，脚底和地面之间是静止的。脚底和地面之间的摩擦为物理学上的静摩擦。静摩擦有一个最大的值，当静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时，使得地面产生一个反向的作用力，即反作用力，推动脚步，脚步得以前进。但是脚底和地面之间仍是静止的。当我们走在湿滑的路面或有砂石的路面时，由于水或砂石的作用，使得最大静摩擦力变得小了很多。因此，我们要小心的、慢慢的走。若是太用力，作用力超出了最大静摩擦力时，就变成了物理学上的动摩擦，脚底和路面之间就有了滑动，可能就会造成跌倒了。
而我们汽车的运动也是利用此摩擦力的原理，透过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两种力互相作用，才得以行驶。汽车在行驶时，引擎产生的作用力带动车轮的滚动，车轮就好比汽车的脚一样，此时也是利用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推动汽车向前运动。但汽车若是在沙地、泥水地或雪地上行驶，最大静摩擦力变得小了很多，车轮和路面之间产生了物理学上的动摩擦，车轮就会滑动，通常称作打滑。车轮在原地空转，汽车就陷住了，无法顺利前进。那么，想要让汽车减速或停止，该怎么办呢？就要使用车辆刹车系统，利用刹车来令片与刹车鼓或刹车圆盘接触的摩擦力产生阻力，而其行驶的动能会转变为热能，并排放于大气中，汽车就能减速或停车。这就是刹车装置的原理。在运动中的物体，除非受到外力，不然是会继续其运动的状态，称为惯性定律。因此，如果前方有障碍物或车辆，可是刹车装置的摩擦力不足以消耗掉足够的动能，使汽车充分减速或停止，就会发生碰撞。因此，防止刹车不及，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安全车距，让刹车装置有足够的时间把车速降下来。在紧急刹车时，如果车速很快且没有防锁定刹车系统，刹车装置可能会将车轮完全锁死，使得车轮不能滚动。紧急刹车的瞬间，汽车的惯性很大，作用力会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就变成了物理学上的动摩擦，使得车轮和路面的运动变为滑动，而非滚动。当车轮滑动时，所造成物理学上的动摩擦力比最大静摩擦力小很多，就更不能有效地降低车速，阻挡汽车的行驶，因而可能发生严重的碰撞事故。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下雨天刹车时相较于平常好天气时，因路面湿滑，摩擦系数变小，会造成刹车距离变长，所以更要注意车速以及与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的控制，以达到行车的安全。您可点按画面上的按钮，进一步了解摩擦系数与刹车距离间的关系。不论是正常行驶或是刹车，车轮所提供的最大静摩擦力都是安全掌控车辆行驶的关键因素。车轮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一般称为抓地力，而轮胎的表面和路面的情况对抓地力的影响很大，因此在驾驶汽车时，对这两个因素要特别注意。汽车直线行驶容易受到惯性及摩擦力等作用力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作用力应用于汽车行驶上的基本概念，建立正确的用车观念，以避免认知不足造成事故。画面中这辆汽车因为转弯车速过快，转弯角度及回转半径未掌握适宜，而滑出预定道路轨迹，导致抛离车道，撞到对向护栏。那这又是和哪一种现象有关呢？这是和向心力及离心力的物理现象有所关联。先让我们用以下这则实验来认识向心力。现在在手上拿着一条固定长度细绳，绳子的另一端系一个物体，开始回转绳子，让物体在挤进水平面上做圆周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到，系在绳端的物体会因为受到绳子的拉力，开始做圆周运动，这个拉力就是向心力。在图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要让物体做圆周运动，一定要提供一个由圆周朝向圆心的向心力。若是物体失去向心力作用，例如绳子被剪断，此时由于没有力作用在物体上了，物体就会依据它的惯性，从失去向心力的点沿切线方向飞出去。再来让我们看看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例子可以明显看出离心力的原理。
在国际运动盛事的奥运比赛中，有一项运动是直链球，其动作是双手握住系有钢链及链球的握把，利用旋转摆正及转身所产生的离心力，向投掷区将链球直戳的一种运动。旋转速度增大时，则离心力也必定增大，而抛出的距离也越远。以上向心力以及离心力的原理，就是运用于我们汽车转弯动作的原理上。汽车转弯时，也需要有一个向心力，借由车轮作用在路面上。汽车转弯时，如果向心力与离心力平衡，就可以让汽车顺利的转弯。如果向心力小于离心力时，汽车就会像被抛出的链球，循着惯性运动的轨迹而滑出车道。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汽车就会往内侧偏移，回转半径变小，造成转向过度的情况。所以，汽车转弯时，向心力与离心力需要达到平衡，才能顺利过弯。那要如何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向心力，可以顺利过弯呢？我们必须先了解影响离心力的3大要素，是汽车的重量。如果汽车速度维持不变，转弯的回转半径变小时，离心力就越大。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体会向外略倾斜或滑出预定的弯道。因为回转半径 r 在分母，转弯时想要做较小的回转半径，就必须在入弯前充分降低车速，以减少离心力。因此，像是9弯18拐的路段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必须减速慢行，以测安全。当下大雨、路面湿滑，或是路面有沙子时，路面摩擦系数变小，抓地力不足，更难以顺利转弯，所以必须减速慢行，以确保安全。在新闻中，大家或许都曾看过类似以下情况的车祸：一辆满载的砂石车遇到前方有行驶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想要紧急刹车，却因刹车不及撞上前方车辆的事故。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刹车时速度与重量的影响。物体受外力作用时，即静外力，会沿着作用力的方向产生加速度。这告诉我们作用力、重量及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加速度就是速度的改变，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改变。当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在力的方向上会产生加速度，此加速度的大小和作用力的大小成正比，和物体的重量成反比。例如，一辆行驶中的货车遭另一辆汽车从后头追撞，遭撞击的货车骑空车时，比载满货物时产生较大的加速度。汽车的载重除了会影响前进方向的刹车之外，对于汽车侧向运动的稳定性也会造成影响。例如，若是车子的载货比较多，而且装载的比较高，就会使得全车的重心提高，使得车子在转弯或是受到侧风时，容易导致翻覆的现象。由以上案例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车速以及车辆的重量会影响刹车以及车辆稳定性。因此，在驾驶车辆时，1. 不能超速， 2. 不能超载， 3. 在运重物时更要适当减速。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结合前2个单元的知识，了解如何安全地操控汽车的运动。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单纯的行驶、加速与减速是比较安全的过程。通常较容易发生事故的是在刹车和转弯这2种情况。不当的刹车及转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从以下这些照片可以发现，刹车不及会追撞前车，有时刹车过度也会被后车追撞。转弯过程中速度控制不当也会产生事故。其实，只要掌握正确刹车及转弯的操作要领，
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例如，倘若能事先发现或预测危险，提前减速，就可以有效回避危险。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车速。若是能不超过规定的速限行驶，依路况控制适当的车速行驶，就可以有效掌控汽车，提高安全行车。本单元亦会讲解机车与汽车操控的差异，希望在机车族众多的台湾，骑士们能够学会正确操作机车的刹车及转弯的要领，让自己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透过本单元的学习，您将可以一、了解汽车刹车操控的要领；二、了解汽车转弯操控的要领；三、了解机车与汽车操控的差异。刹车装置主要分为脚刹车及手刹车两种，另外有辅助两种刹车装置之刹车现象，称为辅助刹车。脚刹车是用脚踩踏刹车踏板，借以降低车速；手刹车就是用手拉动手刹车拉杆，借以停住车辆。而辅助刹车中的引擎刹车，就是当脚放开加速踏板时，引擎转速就立即下降，车速也立刻慢下来。脚刹车是以油压方式或气压方式让前后轮产生刹车效果，小型车一般都是采油压式刹车装置。手刹车一般是以机械联动方式来带动刹车，具有车辆停车时将车轮刹住，以免受外力影响而滑动之功用。引擎刹车是一种辅助刹车，当车辆于低速档正常行驶，松开油门踏板，就会形成车辆经由车轮传动系统机件反过来带动引擎转动的现象。因引擎与传动系统机件的各种阻力牵制着车辆的行驶，使车速降低，而产生辅助刹车的效果。而操作刹车装置时，又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以下分为4种状况来解说：起步操控、减速操控、长下坡路段操控以及积水路面操控。起步操控，汽车起步之前应将手刹车杆完全释放，若没有完全释放就起步行驶时，刹车鼓以及刹车来令片会因连续摩擦导致刹车机件损害。一般正常减速操控时，应先放松油门踏板，再轻踩脚刹车，逐渐让车辆减速，不宜施过大刹车力，防止受惯性影响，驾驶人及乘客向前冲撞。在一般正常减速的过程中，为免于发生危险，应尽量避免使用紧急刹车。紧急刹车或湿滑路面施以强力刹车时，容易引起车轮锁死或打滑，不容易掌控车辆动向，发生危险。长下坡路段操控，遇到长下坡路段时，应先判断其坡度与距离，在进入坡道前，将排挡杆打入低速档，档位越低，引擎刹车效果越好。宜善用引擎刹车，避免过度使用脚刹车，因为当脚刹车使用过度时，会因刹车机件过热而引起刹车衰减现象，导致刹车失灵。积水路面操控，行车时应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面，如不得不在积水路面行驶时，应减速慢行。当水进入车轮内的刹车机件之后，刹车会暂时失灵或降低刹车性能。经过积水路面后，应轻踩刹车，借摩擦热消除水分，以恢复刹车效能。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货车转弯前未及时减速，因过弯速度太快，向心力不足，离心力太大而翻覆。从事故发生原因来看，我们发现无论是小型车或是大型车，在转弯的操控上，进入弯道前应该充分降低车速，以减少离心力，才能顺利过弯。这个原理也可以套用在汽车转弯时，如果速度越快，其产生的离心力越大，
汽车抛离原轨迹造成翻车或越线等事故的危险性就更高。贪快一时，悲哀一生。行车时，车速的操控绝对是安全驾驶极为重要的一环。接下来，我们假设汽车是在干燥的道路上转弯，以安全速度每小时15到40公里来看，最少需要50公尺的转弯半径。但当时速超过40公里之后，所需转弯半径增加的幅度也相对变大了。所以车速过快容易造成向心力不足，离心力太大，而偏离原本的行驶轨迹，造成事故。若是转弯路面湿滑或有碎石，路面摩擦系数小，则应该要再降低速度。货车装满货物转弯时，需要更大的向心力，因此在载满货物时，转弯速度要更慢。我们知道，车体的重量加上车上载重的聚合点就是重心。前面我们提过，当汽车重心过高，其稳定性就会越差，也就容易翻车。而一个常发生的危险情况为，车上的装载物没有绑牢，车辆在转弯时，装载物由于惯性的影响向外侧滑动，使得驾驶人的操控更加困难，车子更容易偏滑或翻车。这同时也凸显了大型车在驾驶上更需要注意速度。因此，当前方有弯道时，就应该先松开油门，让车速逐渐降低下来，再根据当时的车速，适当的踩踏刹车踏板，掌控车速，同时转动方向盘，操纵汽车的行驶轨迹，顺利完成转弯。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在进入弯道之后才重踩刹车，因为在弯道中，车轮的行走轨迹很容易改变。若是过度踩下刹车，车子的行进路线就很容易偏移，就会容易造成事故。台湾地狭人稠，而机车的数量也是全球机车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相信大部分的驾驶人，除了汽车以外，也经常会使用到机车。机车又有哪些行驶上操作的要领呢？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如何让机车停车。机车刹车方式分为前轮刹车装置及后轮刹车装置。前轮刹车装置是以右手来操作，后轮刹车装置，有的机车是以左手来操作，有的机车是以脚操作。机车行驶中，若转回油门把手，可产生引擎刹车效果。为了提高刹车效果，应善用引擎刹车。操作刹车装置的技巧重点上，分为以下这4个要点：一、机车于车身倾斜或把手不正时，不可紧急刹车；二、机车于高速行驶时，应避免紧急刹车；三、机车在刹车时，应前后轮刹车同时使用；四、有排挡变速的机车，在即将刹停之前，才可拉离合器。而机车的刹车在构造上，因为前轮刹车与后轮刹车是分别独立设置，可以个别操作，但为了行车安全及提高刹车效果，应前后轮刹车同时使用。骑乘机车转弯时应特别注意，入弯前减速，过弯时定速，出弯后再加速之要领。入弯前应于直线之路段充分减速，过弯时不是仅用把手转向，而是要人车一体，将车身适度的向内侧倾斜方式转向，以增加向心力，使人车垂直的重力能与水平的离心力取得平衡，以定速之方式过弯。过弯时不可紧急刹车，否则容易摔倒，亦不可加速，以避免造成偏离弯道或滑胎现象。必须在出弯后才可以加速。机车双载将使重心提高，因此在转弯、急减速及不良路面等行驶时，其离心力、惯性力与单人骑乘均有差异，平衡的控制也比较困难，所以亦有翻车的危险。因此，机车双载时应格外小心。经过前面课程的讲解，
我们知道紧急刹车时容易使车轮锁死打滑。为了因应这种状况，出现了一种名为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简称 ABS 的防锁定刹车系统，以及 TCS 循迹控制系统、ESP 车辆电脑稳定控制系统等先进刹车装置。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一同来认识这些先进刹车系统。透过本单元的学习，您将可以1. 认识汽车 ABS 的操作； 2. 认识 TCS 与 ESP 先进刹车系统。想象一下，如果您在赛车场观看赛车选手以高超的技术做出甩尾的特技时，那种感觉真是令人既紧张又兴奋。但若是这辆甩尾的车是出现在一般道路上时，那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在行驶过程中，若遇到这种车轮锁死现象，导致车辆失控时，那将是非常危险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车轮锁死呢？所幸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一种 ABS 防锁定刹车系统。遇到紧急状况时，驾驶人常会用力猛踩刹车，造成轮胎锁死，以致车辆打滑及方向失控而造成意外事故。这个系统就是用于避免猛踩刹车时车轮发生锁死现象。因为车轮在转动中才能产生有效刹车，如果车轮发生锁死现象，这时候的刹车效果较差，也无法有效控制方向。而 ABS 的功能就是能让车辆在紧急刹车过程中，车轮仍然能够保持转动不锁死，以维持有效刹车及转向作用。配备有 ABS 的车辆，在紧急刹车过程中，踏板会产生 ABS 的回馈震动，这是正常现象。驾驶人要冷静记住，必须维持踩着刹车，千万不可重复踩放，以免影响 ABS 的作用。而且在刹车的同时，如转动方向盘，仍然可以有效控制行车方向，来闪避前方的障碍物。总结来说，配有 ABS 刹车装置其显著的优点为：1. 能维持理想刹车效能； 2. 有效控制行车方向。而无 ABS 装置紧急刹车时，通常会造成车轮锁死，车辆会打滑。如果是前轮锁死时，车子由于失去侧向转向力，更会造成一直向前行无法转向的现象。如果后轮锁死，则可能会造成后轮失去侧向抓地力，而变成行车方向无法控制。ABS 主要功能在于紧急刹车时可防止车轮被锁死，确保有效刹车及方向的稳定性，而非缩短刹车距离。因此，即便安装了 ABS， 在行车时，驾驶人仍然需要注意行车时的速度，即仍需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TCS 为 Traction Control System 的简称，中文意思为循迹控制系统。此系统的零组件有方向盘转向角度感知器、TCS 开关、左右前后车轮速度感知器外，还有将 ABS 电脑与油压调整器再补强，并加入 TCS 所需的电控部分与油压调整。将 ABS、TCS 电脑与引擎电脑联动和配合，当车辆起步、加速或高速过弯时，驱动轮如发生打滑现象，引擎电脑会介入修正引擎的点火时间，以及控制引擎供油量，以降低引擎输出的动力，进而降低汽车驱动轮的旋转扭矩，以及控制汽车的牵引力，以保持车辆正确的方向行驶，并提升车辆行车的安全性。ESP 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 车辆电脑稳定控制系统，此系统的功用除具备有 ABS、TCS 之功用外，还有当发生车辆的行驶轨迹与方向盘转向角度产生较大落差时，ESP 会监控每一个车轮，
并自动对车轮实施刹车。驾驶人并不需要踩刹车踏板，且同时自动减少引擎扭力的输出，以防止转向时车辆被推离弯道或从弯道被甩出，以及车辆在高速过弯时因离心力较大的关系 ，ESP 可自动控制车辆的稳定性，以防止转向过度或转向不足现象的发生，促进车辆高速过弯的安全性。这门课程到这里已经即将迈入尾声了。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后，相信您一定了解到，驾驶汽车若要维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应该要有正确的行车安全观念，如此才能提高行车安全，防止发生事故。透过了解汽车的基本运动后，再去了解汽车行驶时的作用力与物理现象，会如何影响到刹车及转弯的作用，以防止刹车及转弯时因操作的不当所带来的危险。期待您能将课程所学运用于生活中，以达到行车平安，避免事故发生。